在印度，女性的地位有多卑微？饭难吃一个耳光，说错话一个耳光，丈夫心情不好又是一个耳光。印度是家暴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可即便如此，印度的离婚率却只有1%。你说奇葩不奇葩？要不怎么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呢？女子阿木是一名快乐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虽然曾经是舞蹈家，但是嫁给富二代丈夫的生活让她无比的满足，住着高档别墅，打扮得光鲜亮丽。每天她都要比丈夫提前起床，帮婆婆量血压，做好早餐，冲一杯咖啡，在阳台尽情享受一天的开始。在别人眼中，阿木就是标准的人生赢家，因为她嫁了一个好老公。她很爱自己的老公，虽然她工作比较忙，总是通宵达旦，但老公帅气又多金，夫妻恩爱，家庭优渥，婆婆对她也很好，这简直就是很多女人的终极梦想。可因为一个耳光，把这些美好都击碎了。最近丈夫维克因为表现突出，公司决定任命他去往伦敦区域担任 CEO。 听闻喜讯的阿木十分开心，为了庆祝维克升职，阿木贴心地为他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派对，邀请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和同事。但随后丈夫接到一通电话，自己的升职机会即将被取代，愤怒至极的维克当场就和上司理论起来。而此时阿木只是想把气愤的丈夫从上司身边拉走，结果当着所有宾客的面，气氛一度尴尬，阿木被打懵了，他失魂落魄，愣在原地，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上来安慰他，好像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有的人甚至继续沉浸在派对中。阿木失魂落魄地走回房间，这时家人终于来看望他了，可他们言语中尽是对维克的维护，丝毫没有真正的关心阿木。婆婆上来像没事人一样对阿木说：चलो मेहमान है बाहर क्या सोचेंगे सब लोग。阿木只得强撑着招待完客人，他独自坐在客厅，心里五味杂陈。众人离开阿木家，开始议论此事。阿木的弟弟认为维克是受到刺激才动手打了姐姐。后排的老父亲没有说话，而是眉头紧锁。阿木家的保姆回到家，看着丈夫，原来这世上不是只有自己的丈夫会打人。丈夫云里雾里直接给了他一巴掌。保姆鼓足勇气询问丈夫为何总是打他，丈夫回答的理所当然。打这以后，阿木的生活似乎再也不香了。每天清晨推开的窗户，阳台喝的咖啡，或者帮婆婆测血糖，也不再是享受的快乐，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邻居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阿木也没有任何的表示。维克来到阿木身边，主动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因为公司的事情情绪失控，才不得已动了手。维克边解释边让阿木要理解他，最后甚至变成了抱怨。阿木没有说一句话，她看着丈夫，感觉第一天才认识他，明明是他犯了错，却看不到任何悔意。阿木难以接受，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不允许自己的尊严被践踏、被无视。他来到邻居家，询问邻居为什么不再婚，一个人带着孩子多少有点辛苦。邻居告诉他，建立关系容易，维持却很难，何况亡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愿意将就。阿木瞬间明白了什么，婚姻中一旦妥协，必定会受到不公平待遇。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选择沉默。维克为表歉意带他出去吃饭，但于事无补，因为这一耳光打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的付出与爱意，还有她身为独立女性的尊严。可不仅丈夫不道歉，所有人都在告诉她这件事该翻篇了，就连阿木的母亲都说मियां बीवी में कभी-कभी हो जाता है मां आप ना कुछ भी。直到这天，照例送完丈夫上班，阿木来到房间里，看着杂乱无章的房间，她一把揪过床单，想要拉下来，奈何床单好像在跟她作对似的，纹丝不动。拉扯之间，她回忆起那天晚上和丈夫的拉扯，她也连同桌子上的台灯一起被摔在了地上。连日的情绪终于让她崩溃，她委屈地哭了出来。窒息的生活让她想要逃离，她决定暂时与维克分居。这个女人因为一记耳光而埋怨丈夫，她准备决定回娘家冷静一段时间，但丈夫却说阿木心灰意冷，直接回了家。母亲忧心忡忡，教育女儿不应该随便离开自己的家。之后的日子里，维克需要事事亲为，但以前都是阿木打点，现在没有妻子在身边，生活彻底乱了套。厨房搞不定，上班忘记带东西，不会给母亲测量血压。直到这时候，他才深刻认识到家庭主妇的重要性。受不了的他来到丈母娘家，想接回阿木。没有意识到错误的维克觉得他们夫妻之间不过是吵了一架，总是本末倒置。इरिटेटेड था, फ्रस्ट्रेटेड था। तुम मेरी प्रॉब्लम नहीं समझोगे तो कौन समझेगा यार? मेरी प्रॉब्लम वो कौन समझेगा？阿木不甘示弱，反问他自己的痛楚谁又知道。维克开始大吐苦水，不停地说自己有多辛苦，全然忘了妻子的付出，如今却因为一巴掌彻底和他闹掰。他很是不理解，如果是一巴掌的话，他愿意还给阿木。说着便站起来
把脸贴上去，来，打我一耳光。阿木很是无语，从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他们的对话从来不在一个频道上，维克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过他。就算他打回去了，他们一样回不到从前。二人不欢而散，阿木转身离开，维克也不强求，直接离开了丈母娘家。没想到维克通过法律途径强迫阿木跟他回家。原来在印度法律中有一条规定叫做婚内夫妻同居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女性不能长期和丈夫分居，无论妻子去了哪里，丈夫都有权强行让妻子回来。于是维克给他寄来了一份律师函，要求他立刻回去。阿木不愿就这样咽下苦水，于是他开始寻求法律援助。女律师给了他3条路，要么回家，要么司法分居，要么离婚。阿木果断选择了离婚。女律师的反应让阿木哽住了。उन लोगों को उसने मुझे थप्पड़ मारा ये अनरीजनेबल नहीं लग सकता खुद की रिस्पेक्ट नहीं कर पा रही हूँ मैं हाउसवाइफ हूँ चॉइस थी किसी ने फोर्स नहीं किया था 这话击中了女律师的痛点，她陷入了沉思，自己又何尝不是维持着幸福的假象呢？女律师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即使靠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上披荆斩棘，打赢性侵官司，也被丈夫冷嘲热讽地说是靠男方家庭的关系，女律师才有今天的成绩。不仅如此，在她并没有自愿的情况下，丈夫强占了女律师。然而没有一个人站在阿木这边，弟弟的想法和维克一样，这只是一个无心的举动而已。母亲也把责任归咎给阿木，认为他是小题大做。维克和他的朋友们更是理直气壮地说，身体碰撞是爱的表现，一个耳光根本不算什么，也就是所谓的爱你就要家暴你。在所有的看来，且不说丈夫打妻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单是打耳光根本不能算是家庭暴力。但阿木并不想这样，他认为打耳光就是一种羞辱和暴力，而且只会是家暴的起点，并且维克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比如醉酒，比如工作压力，可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道歉的话。都说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阿木不愿意像包括母亲在内的其他女性一样原谅这种做法。律师再次接见了阿木，阿木认认真真分析了整件事，每个人都有责任，他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维克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把他当作发泄对象，婆婆则站在上帝视角冷眼旁观。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有挽回的余地，破裂的婚姻就是破裂了，再怎么补救也有裂痕。她下定决心要和维克离婚，女律师表示理解。这一刻她不再是律师，只是作为一个女人，她决定帮这个女人。妻子被丈夫当众打了一耳光，尊严受到侮辱的她决定离婚，财产1分都不要。阿木回家拿几件衣服，维克直接从衣柜里将他的衣服都拿出来，除此之外还把阿木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既然阿木要离婚，那就成全他。愤怒将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清算，整完就气冲冲离开。阿木愣在原地，显然他的决定是对的。在离婚文件上，维克颠倒黑白，说阿木是盯上了他们家的财产才会嫁给他。派对上的暴力行为也是因为阿木喝醉了硬拉扯维克，维克为了挣脱不小心打了他。阿木彻底心凉，他没有想到这些年来的付出直接被一票否决，还被泼了脏水，但是他绝不退缩，但造化弄人，就在诉讼白热化阶段，阿木怀孕了。他告诉维克自己怀孕的事情，维克高兴至极，兴奋地规划以后的人生。20 we go to UK, 2020 father, 2022 father again, 2025 we shift to America。今天公司又让他去伦敦了，事业回归正轨，说以后还有第2个、第3个孩子。看着维克的规划，阿木脸上没有笑容，而是取下了结婚戒指。维克想让阿木放下成见，阿木却告诉他，他来到这里只是知会维克一声，孩子他不打算放弃。维克怒了，指责妻子太任性，这样会毁掉一家人的生活，甚至威胁道：जो मेरा बच्चा है ना, अम्मू इसको मैं कहीं नहीं जाने दूंगा, समझ गई? I promise that。打开大门让阿木离开，维克不想放弃孩子的抚养权，为今之计就是找伪证人。邻居拒绝了，维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邻居冷笑一声，真替阿木不值。没有证人，维克带着家族律师私底下和阿木会面，他提出自己的条件，买一栋别墅让阿木和孩子住进去，定时给他赡养费。阿木的女律师直接否定了，他们现在谈的是离婚以及一个公道。见对方那么没有诚意，直接撂挑子走人。维克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拿出伦敦做诱饵。阿木十分清醒。 You really think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तुम्हारा ये वाला साइड अगर पहले देखा होता ना तुमसे कभी प्यार नहीं करती। चलो लेट ही सही। Thank you for convincing me. मम्मी जी से उनका पोता या पोती दूर रखने का कोई इरादा नहीं था मेरा। नेत्रा मैंने नहीं लिखा ऐसा कुछ पिटीशन में। बट हाँ, तुमने जरूर कहा कि तुम्हें बच्चा खरीदना है। But I'm sorry. नहीं है बिकाऊ ये। Really sorry.
几句话堵得维克哑口无言。在生日派对上，维克的上司得知了维克的家世，一语道破维克和阿木存在的问题。阿木肯定是受了伤，你应该给阿木一些时间，而不是极限拉扯。听完上司的话，维克陷入了沉思。与此同时，因为维克的诉讼书不够完整，一旦警方立案，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对他们很不利。趁阿木只有共同抚养一个孩子的条件，和平签了离婚协议书，维克最后还是同意了。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几天后，维克家为孩子举办了一个祈祷会，阿木还是出席了。阿木与婆婆道别，她叮嘱婆婆要少吃糖，要照顾好自己。婆婆在这个时候也难得的清醒一回，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说तेरी गलती नहीं है, हम माओं की है, पिताओं की है, कभी बेटों को सिखाया नहीं किए, ये हक नहीं है तुम्हारा, संध्या जी की गलती है कि उन्होंने तुझसे कहा चुप रहो। 维克也在这个时候深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郑重地为那一耳光道歉。但生活可不是电影，就这样，两人签署了离婚协议。最后，维克坐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而保姆目睹阿木的经历后，一股反抗之力油然而生。面对丈夫连绵不断的耳光，保姆咬紧牙关，让丈夫不要再打了。可丈夫却越来越得劲，保姆拿过刀递到丈夫手里，有胆量就杀了他。丈夫懵了，保姆反手就是几巴掌，打得丈夫根本不敢还手。女律师也选择和老公离婚，不再任由男人的摆布和打压。离婚的阿木和家人相处的十分愉快，他用行动证明了女人也是有尊严的，也需要被公平对待。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印度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地位卑微是男人从骨子里的根深蒂固。阿木身边的每个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都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个制度，认同并遵循着这个秩序。但阿木并不认同，因此被丈夫打了一耳光后，女性主体意识开始慢慢觉醒，开始抗争这不平等的待遇。可事实上，大部分遭受家暴的女性，迫于各方面的原因，都在委曲求全。1%的离婚率背后，又上演着多少的悲剧？本期的故事就到这了，咱们下期再见。